大家快看，这就是四川最神秘的一座山。相传这里曾是一座火山，更神奇的是，山顶有一个终年不枯的泉眼，至今还在不断的冒水，怎么舀都舀不完，千百年来从未干涸。这座山四周无任何山脉相连，水源从何而来，至今无人知晓。更离奇的是，如今还有一位88岁老人常年守在这里，每天锁上门，不允许外人随意参观。听起来是不是格外诡异又神秘？它真的像传说中那么神奇吗？今天就跟着镜头，我们前去一探究竟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，我是阿乐。今天我们来到四川古蔺的金山子。据说这座山呢，它是一座火山，在山顶上还有一个永远不会干枯的泉眼，至今呢还在不断的冒水啊，听起来就非常的神奇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现在呢，我就带大家上去啊，一探究竟。我们走的这条路呢，它全是硬化的，非常的好走。这两边呢也是有护栏的，这边上全是柏树。这前面呢全是这种石梯路了，一路向上的，这个坡度呢还是挺陡的。这个地方是干嘛的？上面写的是阿弥陀佛。这是石敢当，我们往上走。你们看这些岩石上都有水流出来，这座山真的非常的神奇啊！虽然它不是很高，但是它山顶呢就是在不断的冒水。这个地方还有一尊造像，但是被损毁了。下面这些都是后来修复的。上山好累呀，主要是走这种石梯路，真的太累了，很费膝盖。现在呢，我们就要马上到了，已经快到山顶了。我们看边上这些岩石啊，它还在不断的滴水，因为今天嘛，它也是大太阳，没有下雨啊，太神奇了这座山。哎呦，终于到顶了。这里还有一棵很大的火棘树，你们看，好粗啊！这种还是比较少见的，这么粗的一棵火棘树。它这个果实呢是可以吃的，但是现在呢还没有长大。我们来看看这边上。哇，好高啊！这里还有电线的，这上面呢它是通电的，因为有人居住嘛。这边呢是过不去了，我们去这里面看。这间寺庙呢，现在还挺气派的啊。进来之后，这中间有3尊神像，我们来看最左边，这一尊是财神，赵公明财神。然后这一尊呢就是文昌帝君。这边呢，相信大家都能看出来了，这就是药王。你们看这个前方，有很多人来上香的。这个地方的香火非常的鼎盛了。哎，我们看这个位置，这好像是一只猴子吧？它这个呢是木头雕刻的，还挺像的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上面走。你们看这个位置，堆放了很多这个棕树的皮，不知道拿来干嘛。我知道这个东西可以做那个蓑衣，用来避雨的。我们看这个地方，它就是一块天然的大岩石，对面房子直接建在这块巨石之上的。然后这边呢，给它凿了一道门出来，
这个门还挺宽的，宽度应该有1.2米左右。进来之后，这里就有一道门了。这道门看起来有些年头了，最少上百年了。这里面进来之后好凉快啊！这后面就是岩石，这岩石上也是有水渗出来的。这里呢有一口井，但是这口井呢不是我们说的就是不断冒水的那个泉眼，那个泉眼呢还在后面。我们来看看这口井水吧，它也是很清澈的。这里还放了一个杯子，可以在这里喝水啊。然后我们来看左边这里啊，这里可以进来的。这里面它是厨房，但是这个厨房很特别啊，可以说是独一无二，因为它的两边都是岩石，这边也是，这边的岩石还在滴水啊。这个宽度没有多宽啊，应该就2米多一点点。然后这里呢有一个很大的灶台，这上面可以放3口锅。这个地方就是碗柜了，放了很多的锅碗瓢盆，还有一扇窗户。你们看这边，真的是一块岩石，然后这个位置是水泥做的一堵墙，上面还挂了2口铁锅，但这2口铁锅看起来很久没人用了。这里还放了很多罐子，这里面真的很凉快啊。这个位置还有一个磨刀石。这个地方刻的有字哦，密密麻麻的，这一块全是密密麻麻的小字。我们就不看了，这里面的光线不是很好，因为这个字呢它太多了。我们看这右边放了很多的这种木材啊，好大呀！你们看，这是很大的木头柱子啊。然后这边还有。这个地方放了很多洗脸盆，还有一长串的毛巾，因为这上面呢它是有坐人的。这下面有很多钟乳石，这里还挂了一幅画，画上呢也是钟乳石，这应该是在山洞里面拍过来的，或者以前就是这个地方的。还有字了，花心送子娘。也是有人供奉的。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棕树的皮，它是用来做这个的。然后这边呢就是卧室了，那位老师傅就是在这里睡觉的。你们看地上还放了很多的红薯。我们继续往上面走。这座寺庙呢，它是叫甘露寺。这上面呢也是种了很多的花花草草的，这边还可以过去，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平台，我们过来看一看。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香炉啊，你们看这个地方香火太鼎盛了。这边还有2块巨大的岩石，这里还有一只小猪，这是纯情罐，谁放这里的呀？你们看这个地方还开了很多花，还有蝴蝶在飞哟。我们再到这边来看看，这边是甘露寺的警戒，我们大概看一下啊，找金水看。然后我们看这边就有记载了，如今寺内有3口井，天干时它的水位啊不会低于井面1尺，非常的神奇啊。然后下雨再慢慢的长起来，但是它呢不会溢出来，神不神奇？真的不可思议啊。然后这附近方圆几百平方米之内的人都会来这里取水，真的是取之不尽，太神奇了。这口井水在山顶上冒水，然后这边呢它还有警戒，这边就是这座山金子山的传闻，
因为我们这座山就是金子山嘛，我们占了这座山，寺庙呢叫甘露寺。我们看这里，大自然鬼斧神工，铸造金子山传闻，普安寺内出新米，供养和尚得长生，直冲云霄3千尺，万山朝坐福显灵，泉水倒流巅峰顶，从未干竭至而今。它这个地方不光是出水哦，以前还出米了。这位呢就是甘露寺的住持，这位老师傅他已经88岁了。现在呢，我就让他带我们去看看那口不老泉啊，到底有多神奇啊！哦，师傅，等我去看一下吧。现在呢，我们就跟着师傅进来看一下。你参观一下嘛。哦，就是这口井水啊。我们过来看一下。水晶。哇，很多水啊！这就是山上面冒出来的。这边还有一口水井。哦，这个也是，我们过来看一下。还有你，好清澈啊！你们看边上还有水草。然后我们看这边，这里就是神秘井泉，舀不干，溢不出，水质清澈，甘甜爽口。哎，师傅，这个井水还有没有传说呀？就这个井水还有传说没得？有啊。好，我们师傅来讲解一下。这个古井路年文传说传说这个很老了，很久了，有几百年了。这个传说就是说，原在这个地方，还没有修庙子之前，在北京，现在的北京叫北平，北平那个地方时刻发生火灾问题，所以说民众告到皇上家，皇上无法解决这个问题，所以就派了军师阴阳查风水，就走云南、走贵州、贵阳查就过来到那边黄泥大山查就过来走余华查下古陵。又走古陵余华，又查转身来龙山，查转身来，查干对过来，才发觉这个是个火山，这个山是个火山。火山回去汇报皇上用咋个办？他说修庙子来压，他说老爷不得了，几百张高的山，要的说挖了盘材料，他说你走的盘你银子去修就是，这皇上出去，军师盘材料来修了庙子。把庙子修建了过后，地高上就受了灵气，受了感应，感应了过后，地高上就有水有米流出来，就有鲜米有水流出来，就够地高上和尚吃，那个就只够和尚吃，多了人家人就没得多的得，就只够吃，不可能说多了你那给不给卖嘛，是不是？只够吃，这个叫鲜米。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感应了过后，就是遇到荒年。荒年的时候，没得群众上山来奉香花子，礼拜福德，是吧？这个荒年满了过后，这个群众就上来看地高上和尚的在不在，上来看和尚日夜还得在香火还得燃，是吧？所以说问这个和尚就说这个是鲜米流出来，就狗往里吃，这个是长生不老。所以说人群众就听到有人听到说这个是鲜米出来，就真的要吃的时候，他那就没得办法的，也没得多一点，就是说这里有个库存，把那个洞都给它多大一点，让多流得出来，就这个大点的棒棒多也多就把多落头了，就没有米流出来了，就只有水没得米得了，这是个大教育的是庙子上一个大教育，就是说都不能够贪，贪就没得了。就管到现在没人米流出来的了，就只有水。师傅的意思是说，以前呢这个地方是有米的，但是他们呢就贪心嘛，想出更多的米，然后后面呢反而一颗米都不出了。所以说这是一个教育的故事，就是我们做人呢一定不能贪心，要知足常乐。现在这个地方呢就只能冒水了，那个米的话就已经没有了。好，谢谢师傅啊。三姊妹嘛，这是亲三姊妹，就是观音菩萨、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是三姊妹。一个过来的叫到那里。是这样。中间都是神仙。寿仙。神仙。刚才师傅说这尊是寿仙，
这是文殊菩萨，然后这是普贤菩萨、观音菩萨。他的意思是文殊菩萨、观音菩萨跟普贤菩萨是亲三姊妹。文殊菩萨、文殊普贤、观音，他是亲亲的三姊妹，我奶奶教长大的。哦，我还不知道呢，你不说我还真不知道。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到，从来没有听到过。然后这尊呢就是宫神，然后女娲娘娘，这里是地母，然后这边呢就有几百年的历史了。刚才那位师傅说的，中间这尊呢就是川主，这是药王，这一尊就是财神，这是以前老寺庙留下来的。我们看它的外观就能看出来啊，几百年了。它这里呢还可以上去了，上面才是最高点。这上面还有一棵古树啊，哇！你们看这个阳光洒在上面，非常的漂亮。这边上呢，它也是有护栏的。那位师傅说呢，这上面有一个马蹄印。我们上去看一看啊。你们看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平台啊。那位师傅说，这个山顶呢，就像一只凤凰，然后这边呢就是凤凰的头，然后这里就是凤凰的尾巴。边上这些护栏呢，也是师傅年轻的时候他自己搭建了。我们找一找马蹄印。就在这里啊，你们看像不像？真的很像一个马蹄印啊！那位师傅说，这个马蹄印啊，就是二郎神骑马的时候从这里飞过，然后蹬了一脚，所以说这里有一个马蹄印。但这个呢，也只是一个传说啊。这边呢就是凤凰头了，我们走过来看一看。哎呦，好高啊！今天的天气呢非常的好啊，非常的通透。我们来看看这四周的风景了，真的是一览无余，太漂亮了。而且这座山呢能看日出和日落。现在太阳呢马上要下山了，这里就是日落。然后我们想要看日出的话，早上早点上来，然后这边就能看到日出了，太舒服了这里。朋友们，现在呢我们就下山了。这位师傅呢也是跟着我们一起下山的，他要去下面拿点东西上来。你们看他走路啊，真的很快，像年轻人一样的，非常的硬朗啊。这座山呢也是非常的神奇啊，它是真的冒水，这不是夸张的啊，这个是真的。好，今天视频呢就拍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